综合台湾联合报、自由时报3月25日报道，台湾空军于5年前向美国采购了66架 F-16 Block 70战机，首架战机已经下线出厂。在3月26日的发布会上，台湾高层也证实，将在本周派出代表前往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威尔市生产现场区参加凤翔专案首架战机的交接仪式。与此同时，台湾为了增强 F-16V 战机的作战能力，正在向美国寻求采购一款新武器。精彩资讯即将开始。2019年，台湾向美国采购66架 F-16V Block 70 72战机，其中56架单座机与10架双座机。并自2020年起，台湾分7年编列2472亿新台币，分批支付战机采购费用。由于新战机对台湾战力提升非常重要，这笔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采购案也被台湾视为空军现代化的核心支柱。空军强调必须加速审议，于是台湾仅用了25天，便先后通过了战机特别条例及特别预算案。但钱付了，交付期限却是一再延后。事实上，根据采购案合同，首批战机应该在2023年开始交付，2026年完全交付。然而在台湾付了钱之后， F-16V 的交付变得遥遥无期。从2023年年初到23年年中，交付的时间一拖再拖，直到2024年10月，台湾再次放出消息称，当时有19架战机正在生产线上，首架战机将于2024年第4季度出厂。但2024年过完都没有新机出厂的消息，直到2025年1月，台湾有关部门证实首架战机已经完成组装，即将开始进行测试，同时与美国拍板决策，将交付时间定为今年3月份，并且还会举行交机仪式。台湾遵守承诺，25天便通过了相关预算案，但美国厂商收钱后却未能按照预期进行交付。如今首架战机正式出厂，也算是让台湾松了一口气。空军司令部计划处处长江元奇表示，这次交机仪式将以静态展示的方式举行，采购案剩余战机将在2026年年底之前全部交付。说到 F-16V 一再延宕，就不得不提一下这里面存在的一些问题。2023年5月，美国空军发布一份声明称， F-16V 战机的生产遭到了复杂的开发挑战，当时美国与洛马公司正在积极缓解该问题。不过在空军声明中并未透露具体遇到的开发挑战。有分析认为，一方面可能与 F-16V 的生产线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与战机重要零部件的生产有关系，毕竟这架战机是20世纪70年代的产物，有些重要零部件恢复生产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此外还有其他因素的影响。消息人士称，由于航空业受到全球疫情的严重冲击，并受到乌俄冲突、中东局势等因素的影响，导致美国军工业产能紧绷。在乌俄冲突爆发之后，美国加大了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多数产能都用在了原物上面，这就使得包括台湾在内的其他武器订单受到了排挤。再加上近些年来美国军工体频频暴露的供应链问题，根据台湾媒体去年报道称，目前台湾对美超200亿美元的军购案已经延迟交付。除了 F-16V 战机以外，还包括岸基鱼叉反舰导弹、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及托式反坦克导弹等。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已经与美国国防部组成的专责小组协调合作，并要求军购案中的多项装备能够按期交付。尽管美国表示特朗普政府会加快向台湾交付装备，尽快解决上百亿美元的挤压订单，只不过供应链的现实困境并非一朝一夕能够扭转。除此之外，生产厂家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还承担着 F-35 等多个项目的生产任务，资源分配的优先级调整导致进一步挤压了 F-16V 的生产线。值得注意的是， F-35 的生产同样受到了供应链带来的影响。外界怀疑受限的关键可能就是有源相控阵雷达，但对台湾来说，首架战机即将交付也算是一个好消息了。随着向美采购的全进 F-16V 逐渐交付，台湾空军将拥有2型 F-16V 战机。为此，台湾还采购了多种配套弹药。在2022年，台湾空军在一般装备业务中新增了 F-16战机远程精准武器筹购案。2023年，美国批准向台湾出售2种先进空射导弹，包括200枚 AIM-120D 先进中程空导弹与100枚 AGM-88B 反辐射导弹。其中 AIM-120D 空导弹是该型号的最新型号，各方面性能均有大幅提升。目前大量装备于美军 F-22与 F-35战机，具有更高的离轴机动能力与更远的射程，最大射程160公里，装备了改进版双向数据链，不仅支持单向数据链传输，同时还能加入了双向通信功能，让导弹与载机之间建立通信联系。在实现高速通信的同时，导弹还能作为空中打击网络的一个节点，既可以扩大预警飞机与机载雷达的探测范围，也可以作为空中作战网络体系的一个传感器，实现武器、火控、指挥、探测、
决策流程的无间断运行。除此之外，双向数据链还可以在导弹离开载机后，由另一架空中平台控制导弹飞行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载机就可以立即脱离战场，前往下一作战区域，能够极大发挥载机的作战效能。另外 ，AM-120D 还是全球首款使用 GPS 惯性测量装置的中距空空导弹，可以为导弹提供制导数据，引导导弹沿着更有效的弹道飞行，能够大幅减少导弹飞行过程中的误差，从而有效提升导弹射程，并提高导弹的命中精度。在美军进行中近程空战中，战机同样会挂载 AM-120D 与 AM-9 导弹。此前，台湾空军就装备了同系列导弹，型号分别为 AM-120C5 与 AM-120C7。如今，台湾空军第4联队22作战队战机已经配备了 AM-120D 空空导弹，在制导性能、电子反制以及抗干扰能力上都比之前有了更大的提升。至于同时出售的另一款导弹，也就是 AGM-88B 反辐射导弹，是哈姆系列导弹的第2个改进型号，装备了改进的无源导引头，最大射程148公里，最大飞行速度 2.9 马赫。自2023年年底，空军第45联队开始列装，并经过持续1年多的训练，而在近期演习中，F-16V 挂载 AGM-88 反辐射导弹，连续多次进行战术专精训练，进行了袭击雷达设施的实战演练。不过，台湾明显并未满足，目前还在追求另一款新武器。近期，台湾有关部门发布公告称，已经与美国签署一项战机导弹采购合同，价值172.2亿新台币。根据公告内容，台湾媒体推测，这批远程导弹将用于采购的 F-16V 战机，并认为可能是先进的 AGM-158C 型空对舰导弹。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正在将 F-16CD 战机与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进行整合。根据报道，美国空军正在对 F-16CD 与新反舰导弹进行整合，以此来进一步增强 F-16CD 的综合作战能力。该项目由洛马公司导弹火控部门为该项目提供必要的集成与测试支持。作为一款服役多年的4代战机，目前 F-16CD 主要搭载 AGM-84 鱼叉反舰导弹。相比之下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具有更强的作战能力，尤其是在射程与多样化制导方式上。而在上个月，美国空军宣布了一项通信网关系统测试，旨在帮助加快新型武器集成到 F-16战机上。不过，在这次测试中，美军使用的是 XATM-84N1 来展示通信网关能力，这是 AGM-84N Block 2鱼叉反舰导弹的惰性训练弹。根据美国空军发布的公告，这套通信网关系统可以帮助 F-16识别鱼叉导弹，并使鱼叉导弹能够接收来自 F-16的信号。利用网关系统可以大大加快武器的集成过程。同时，有消息人士称，美军测试这套通信网关系统的目的是为了证明通过修改衔接目标，可以有效实现美军机型上的快速武器集成，无需对机型进行大量修改。这样测试为未来跨平台和武器系统的项目铺平道路，同时也为空军提供更多作战与应急计划选择。虽然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明确提到 AGM-158C， 但新的通信网关可能有助于加快 AGM-158C 在 F-16上的集成工作。截至目前，美军只有海军超级大黄蜂与空军 B-1B 战略轰炸机可以发射 AGM-158C 这种反舰导弹。为了拓展发射平台，空军正在将 AGM-158C 集成到 P-8A 反潜机与 F-35BC 战机上。另外，在今年1月，美国海军航空司令部还发布一份合同，计划将其集成到空军 F-15E 攻击鹰与 F-15EX 超级鹰上。对于 AGM-158C 而言，将其集成到 F-16战机上可能会带来新的出口机会。毕竟全球多个空军都广泛装备了 F-16系列战斗机，并且获得这种轻型战斗机的国家或地区仍在不断增加。虽然 F-16何时挂载 AGM-158C 执行作战任务尚不得而知，但 F-16的反舰能力却可以得到明显提升。反观台湾空军，现阶段装备的 F-16战机都具备了发射 AGM-84 反舰导弹的能力。此前，台湾已经购入了 AGM-154C 系列滑翔制导炸弹，但即便如此，AGM-84与 AGM-154C 仍未完全满足台湾空军需求，急需精准打击、射程远、威力大且难以拦截的反舰导弹。所以在得知美国开始研发 AGM-158C 的时候，就已经在争取这款导弹了。这是一款多功能弹药，不仅可以对陆地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同时还具备打击海上移动目标的能力。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是美军在新世纪提出的 OASUW 增量1计划的产物，也就是进攻性反水面战。其中增量1是设计一款过渡时期的反舰导弹，为空军、海军开发低可探测性反舰导弹，可以在多种平台进行发射。在远程反舰导弹服役之后，美军还将开启 OASUW 增量2导弹的研发，设计一款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在美军计划中，2024年形成初始作战能力，但结果却有些不尽如人意。首先，在2018年，增量2的研发计划被推迟，
并消失在财政拨款的预算中。时隔4年，美军再次提出增量2项目，并改名为 HALO 计划，目的是研发一款海军使用的高超音速反舰导弹，预计在2030年之前形成初始作战能力。同时还可能会以高超音速反舰导弹为基础，开发对地攻击型号。在此之前 ，AGM-158C 才是美国海军研究的重点。作为增量1计划的产物 ，AGM-158C 是在 AGM-158增程型巡航导弹基础上发展而来，专门用于远程反舰导弹。因为美国认为，随着各国舰载防空能力的逐渐完善，美军已经很难依靠鱼叉导弹进行反舰作战。毕竟鱼叉导弹还是20世纪70年代的设计概念，难以适应现代反舰作战的需求。而当美军决定未来不再升级鱼叉导弹的时候，曾一度希望使用战斧巡航导弹充当反舰主力。只不过战斧导弹毕竟以对地打击为主，虽然射程远，但也存在着对舰突防能力差、速度慢的缺点。于是 AGM-158C 出现了。最大优势就是制导与隐身，威力也可以满足对地攻击的需求。AGM-158C 战斗部454公斤，属于半穿甲爆破弹头。对于反舰导弹来说，这个量级的战斗部已经足够实用了，与战斧导弹属于同一量级。目前 AGM-158C 主要衍生出 C1 与 C3 两种型号，其中 C1 射程为560公里。虽然 C1 是在 AGM-158增程型基础上研发的，但由于增加多样化的电子搜寻功能以及更高效的导航系统，这些设备都会占用导弹空间并增加燃料消耗，所以 AGM-158C 的射程肯定达不到与 AGM-158增程型的930公里。外界猜测 AGM-158C1 的实际射程应该在560公里， C3 则是进一步提升射程达到966公里。同时 AGM-158C 的智能化程度很高，可以识别目标军舰并选择最薄弱的位置进行打击，从而使导弹的破坏力达到最大，能直接威胁航母这样的大型舰艇。在飞行阶段 AGM-158C 使用 GPS 加惯性指导，但是该导弹具有高度自主的路线规划能力，内置的电子设备可以检测敌方威胁，数据链还为导弹提供来自外部来源的威胁更新。借助这些信息 AGM-158C 可以规划避开敌方防空能力的飞行路线，等导弹抵达目标区域，制导方式就会换成红外热成像，然后导引头搜索目标，并使用储存在数据库中的预编程参数对它们进行自主分类，最后引导导弹执行攻击。再加上 AGM-158C 采用了隐身设计，大幅降低雷达波搜寻到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虽然 AGM-158C 的最大飞行速度只有 0.95 马赫，全程只能以亚音速模式飞行，但这并不意味着很容易拦截，因为 AGM-158C 没有与其他反舰导弹一样采用主动搜寻雷达在末端飞行时搜索目标，而是全程都不会主动发射电磁信号。这种被动导引头可以不受射频干扰的影响，真正做到了发射后不管。除此之外 ，AGM-158C 上面还装有一个数据链装置，多颗导弹同时发射，可以由其中一枚导弹通过自带数据链将指令传给其他导弹，使导弹在空中呈不规则排列，并有序对水面舰艇进行打击，增加对防空系统的突防能力。也正因如此，这款导弹被称为世界上第一款智能反舰导弹。目前，美军正在为空中平台进行集成，包括 F-15、F-16、F-35等战机、B-2A 隐身轰炸机以及 P-8A 反潜机等平台。美军还在发射前射版本，为了可以兼容 MK-41 垂直发射系统，舰射版 AGM-158C 需要装备一个 MK-114 火箭发动机，这样有助于导弹爬升至足够的高度。但由于推进器的配置，使得导弹的重量上升了2000公斤。正因为 AGM-158C 性能优秀，不仅美军为其下了订单，日本、澳大利亚以及新加坡等多个国家。总的来说 ，AGM-158C 的优点就是无源加红外，可以实现发射后不管，并可以绕开敌方防空系统，战斗部的威力不错，射程也很远，500多公里。对地攻击时，只要改变末端制导能力即可。当然，代价挺高，300多万美元一枚。那么 AGM-158C 有不足吗？如果台湾采购了，对空军又有什么样的提升？就目前而言 ，AGM-158C 并不是美军的理想导弹，毕竟美军自己都认为这是一款过渡时期的反舰导弹，存在不少问题，比如速度太慢，仅有 0.9 马赫，全程只能以亚音速飞行，按照飞行560公里计算，需要至少30分钟，这个时间估计水面舰艇都能跑远了。在这种情况下 ，AGM-158C 就只能依靠弹载船干死，继续在海面上搜寻目标，但红外系统很容易受到天气影响。对此，火力军只能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其实，最早洛马公司为 AGM-158C 设计过超音速反舰型，但是问题实在是太大了，在射程、弹头重量和隐身能力方面都被亚音速吊打，在2012年就停止了研发。事实上，超音速反舰导弹若是想在射程与战斗部重量上与超音速巡航导弹看齐的话，需要付出不小的代价。比如苏联 P-70花岗石超音速反舰导弹，最大飞行速度 2.7 马赫，战斗部重750公斤，使得导弹重量达到了7000公斤，长度也达到了10米。
只能由水面舰艇进行携带，空军战机想都不要想。AGM-158C 虽然是一枚隐身反舰导弹，但并非雷达探测不到，而是压缩了雷达发现的距离而已。如果对手先出动预警机等空中监测平台，配合战斗机作战，完全可以在相当远的距离发现来袭导弹，并对其进行拦截。除此之外 ，AGM-158C 虽然可以通过数据电指挥其他导弹，但这种装置对电磁环境的要求非常高。在实战中，对手可以利用电磁脉冲来干扰数据电，以此来影响导弹的战力。总的来说 ，AGM-158C 的性能确实可以，但同样存在一定的问题。美军放弃 AGM-158C 的对地攻击能力，只能说等待的时间太长，需要到2026年才能初步形成战力。而这个时间点有点尴尬，因为在美军规划中，2030年之前就要发展出高超音速导弹，放弃对地打击版本也在情理之中。但对于反舰能力来说 ，AGM-158C 才是重点，在未来10年内都会是美军海空军反舰主力。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海军会让 AGM-158C 专注反舰能力。只是需要注意的是，美军 AGM-158C 的数量还不多，还不能实现大批量的饱和攻击。不过，在未来数年，美军采购数量可能会进一步猛增。到2028年时 ，AGM-158C 的数量可能会突破1500枚，甚至更多。这个时候 ，AGM-158C 才能成为美国海军真正的王牌。当然，对于台湾来说，如果美军能够在 F-16上集成 AGM-158C 反舰导弹的话，也足够台湾使用了。这毕竟使用一款隐身反舰导弹，反观台湾装备的鱼叉反舰导弹并没有这样的能力。与此同时，台湾也成功在经国号上成功集成了雄风3型反舰导弹，最远射程能达到310公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伸经国号的打击范围。但考虑到经国号战机本身是轻型战斗机，载荷和航程有限，挂载2枚雄风3与一个275加仑的副油箱，作战半径大约在450公里，配合空射版雄风3，打击范围可以达到600公里左右。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已经就静待本周的交机仪式吧。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